4%的电力的输出，在2024年都是跟 AI 的数据中心相关的，这个增长是非常可怕的。也就这么说吧，如果 AI 这样发展下去的话，这个世界上很快就会没有电了。是在整个 AI 的战略无人区的探索，就有可能这笔钱就完全打水漂了。这样的东西，亚洲就不一定会先做出来。肯定不会的，因为你看 OpenAI 是做了7年才做出来的。那如果亚洲有什么公司可以给你说我7年不盈利，就随便在这里，可能亚洲有很多对赌的条款根本就不允许这个。中国和美国现在的这个差距有几年？不想用差距这个字啊，大家的 focus 的重心不大一样。中国如果要创业的话，相对容易是在中后端。AI 带来的职业，我们现在可能是看不见的，在这一秒钟，但是肯定会有一些我们想象不到的东西出来。AI 肯定可以带给我们是什么呢？是你所有的优点或者缺点，你可以用这个 AI 去无限的加大化。AI 的时代，你把最好的自己做好的话，它肯定可以帮你 amplify 的。大家好，我是 Bill， 欢迎来到 Build It Up。我们是全球首个连接东方与西方、科技与人文、人工智能与 Web3 的跨界沟通平台。点击订阅，和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对话。今天我的嘉宾是 Esther 王康曼。Esther 是 3C AGI Partners 的创始人兼 CEO， 专注于全球 AI 的分投。在创立 3C 之前，他是亚洲最大的 AI 软件公司之一商汤科技的创始成员。他在商汤建立了战略投资和资本市场团队，在商汤期间，他也成功的融资超过60亿美元，推动了很多重要的投资和国际合作。你好 Esther， 今天非常感谢你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我了解到你曾经最早的时候是在瑞士学这个厨艺，对吗？后来又去了华尔街，后来又联合创立了商汤，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这个经历吗？Bill 其实很少问我这个问题，所以看来你是做了功课。我小时候挺喜欢在厨房里面帮忙，我看见爸爸妈妈这么喜欢烧菜，对我还是有个很好的影响。但我长大的时候，我就发现，如果我这一辈子只是当一个厨师的话，因为我是个好奇心特别重的人，展示厨艺其实也是一个展示好奇心的方法，但当中是有 limitation， 所以我在想，怎么样才可以把自己的好奇心最大的发挥出来。那么当时我还是很年轻啊，我从瑞士毕业的时候我才18岁，是我再决定再念2个本科。那当时所以因为这样才去了美国，当时念的是物理跟经济。哇，那很厉害！你从厨艺到了物理经济，然后后来毕业又到了这个华尔街。就我当年毕业的时候是90年代末吧，一般来说成绩比较好一点的留学生有2个选择，要不就是华尔街，要不就是 management consultant。那我也比较幸运，华尔街要了我。那你在投行是做的是这个 IBD 业务，还是做这个销售交易业务啊？一开始去的是做 trading 的，首先是去了做这个 sales trading， 后来去做这个 institutional sales， 后来就去做这个equity capital market ECM， 所以我就可以走一轮吧，可以这么说吧。哇，很厉害。那后来是什么契机让你加入了人工智能跟这个商汤科技呢？是这样子的，因为其实当时我在华尔街的时候，我已经做了将近20年了。我在华尔街的最后一份工作是做这个 Head of ECM， 我的工作当时就是要找一些比较有趣的公司，帮他们在负责他们上市这个过程。那你也可以想象嘛，就是大概8年前、10年前这个时候，华尔街或者是华人在那里做的很多的工作，其实都是帮一些国内的企业上港股啊，国内企业当时就很多是 copy to China 的模式，比如说 Facebook of China、eBay of China， 就有一堆这样的公司上市。所以你可以想象，当我第一次接触到商汤，那时候是8年前、8、9年前的时候，当时是因为一个论文接触到商汤，还是非常震撼的。因为第一次见到汤老师的时候，我们商汤的创始人，他说的就是 Made in China， 就不是 copy to China。我真的是做了这么多年投行都没有见过一家公司是有这么自己的一个 passion， 就是我们要做一个 proprietary 这完全是自研的一个研发的一个公司，所以我还是为了他这个 vision， 我觉得特别感动。所以当时本来已经想做20年投行，也可以做点别的了，所以就感应了这个号召，就加入了商汤。
你加入商汤，我理解那个时候其实是第一次就人工智能变成一个全球的重要的一个投资主题跟创业方向啊。这个也差不多应该是 DeepMind，当时打败这个围棋的冠军李世石那个时间段吧。那如果我们把那个时间段当做是，比如说 AI 的这个1.0和现在比如说这个 ChatGPT 之后的 AI 的2.0。你觉得1.0跟2.0就这两个阶段的话，就是创始人或者是这个公司技术有什么不同吗？非常不一样。因为其实 AI 这个东西在行业里面存在了也将近几十年了吧。如果光是从实验室的角度来说的话，那为什么当时有 AI 1.0的出现？你会发现很多时候，就现在很多的 AI 公司都是在07、08就那段时间出现。为什么？因为当时我们开始有这个 deep learning。是说17、18年对吗？对不起，17、18年，对，是的，不好意思。对，因为当时有了这个 deep learning，然后我们有了算法，但同时呢，我们有了算力，有了 GPU，所以就可以引入大量的初创企业。所以当时1.0那个特色就是说，你知道 AI 已经可以做了啊，但是呢，并没有普及，因为整个成本还相对的比较高啊。我可以说整个行业已经知道这个东西是 on paper 能做得到，大家都在找那些可以落地的商业化的一个 pathway 吧。但是呢，还没有整个成本还没有超过这个工业红线，也就是说能做，但比较贵，所以一直的普及不出来啊。这个是1.0的一个特性。所以当时为什么我刚来到商汤的时候呢，也是负责了其中一趴，就是做这个战略投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当时也是希望在投资的过程当中，可以尽快的找出哪一些维度或者哪些 vertical 是可以把我们的 AI 1.0做的尽快的商业化的。就这个过程，我觉得还是很有趣的一个 discovery 的一个过程。那么2.0的话呢，我觉得是在2年前开始吧，就 ChatGPT 开始。2.0的话，大家都知道有 AI 了，而且呢都能用得上，而且呢 AI 是真正意义上的普及啊，也是突破了这个所谓的工业红线。所以，因为有了这个 ChatGPT 以后呢，大家都可以从这个 large language model 的形成产生很多不同的新的 vertical 出来，所以这个就用得上，而且够便宜。我觉得这个是2.0的特性吧。我感觉这个就17、18年那一波的话，好像是不是这个在使用场景上有，比如说智能客服，然后这个图像识别，还有就是比如说淘宝、京东 APP 的千人千面，就这是我的一些就是对于终端 use case 的一个理解。我不知道你怎么看，就那一段时间的这个应用场景呢？您的这个理解是正确的，我们很多是用了在识别的这块方面啊。就比如说给你一个案例吧，就比如说你看商汤当时第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案例，就是当年国内是需要做这个实名认证啊，就那个手机号做实名认证，但你看中移动它有大概5亿啊，我们就说5亿个用户吧。就如果每个人都拿着身份证去他们的店里面去做这个实名认证的话，成本是非常高的，而且时间非常长啊。所以当年做的就是我们可以在中后台就帮他们设了一个 API，那他们就可以用几分钱，很短的时间就可以做这个认证了。所以更加多1.0的时候，在这个识别上，有了识别以后，看得懂了以后才能理解，理解了以后才能去 manage，所以更加的那个 focus 在看得懂跟理解这个事情上面。大模型这个事儿，根据我的这个印象啊，就其实17、18、19年那个时候，包括香港的很多教授啊，国内很多专家其实也都有提，但是呢，这个后来好像就没有什么声音了，直到突然这个 GPT 把大语言模型给做出来了，这背后是什么原因呢？据你了解？其实你看一下它下面底层是什么？大模型它底层这个架构就叫 Transformer，Transformer 的架构是2017年就有了。当时是2017年谷歌的 research paper，当时有9个 author 在这个 transformer paper 里面。但是呢，要达到 transformer underlying 的这个 algorithm 的话，它是需要很多不同的方法可以达到。你可以说这里有个菜，对吧？那个菜这个菜就做出来了。但是呢，有不同的菜谱可以把同样的菜做出来。那么有什么方法呢？就比如说有 BERT，有 GAN，有 GPT。那其实有很多的方法都可以把这个菜做出来，这个菜就叫 transformer。那么当时其实 GPT 是其中一个方法可以把它做出来。那么所以很多人都问到，为什么谷歌是先写了这个 Transformer paper， 但他们不是最先发明到 GPT？就跟中国人是第一个发明火药的一样。有点像啊，他们用这个来做不同的东西，就说他们当时用的是个 BERT，
另外一种方法去 achieve 这个 transformer。为什么当时没有去用这个 GPT 呢？因为 GPT 它的原理就是说，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 emergent 就是这个 underlying 的 algorithm 它自己会有一些更加聪明的东西回馈给你，这个叫 emergent。我们不知道有多少的 token、多少的 parameter 或者多少的 input 才会有 emergent 这个信息出来，但是我们相信 eventually 它会出来啊。所以这一个方法 among 这么多的方法里面，你可以说它是相对来说是最没有底。但是如果做出来，可能也最成功。所以你看看当时 OpenAI 是谁投的啊？就当时当然有人相信 GPT 这个事情，所以当年的 OpenAI 是谁投的呢？他就找了全世界最有钱的人，就比如说 Peter Thiel，找了 Elon Musk，对吧？他们就说行，虽然这个方法天马行空，但我相信你，我就投了你了。所以当年的 OpenAI 是这样子的。所以因为这是一种无人区的探索，有可能这笔钱就完全打水漂了。所以你觉得可能这样的东西亚洲就不一定会先做出来？肯定不会的，因为你看 OpenAI 是做了7年才做出来的。OK， 那如果亚洲有什么公司可以给你说我7年不盈利，就随便在这里，可能亚洲有很多对赌的条款根本就不允许这个。但是 OpenAI 它怎么样？它是因为它做出来了以后，你看 OpenAI 其实做了 GPT-1、GPT-2，当时都没有什么反响。GPT 这个方法老早就在，为什么没有反响？因为它还没有突破这个认知，还没有到 emergent， 对吧？但是为什么 GPT-3 大家就开始知道了？因为 GPT-3 开始大家能用得上，那么大家就知道啊，原来175个 billion 就他们那个 parameter 那个数量，你进去了以后就会有那个 emergent 出来。那是这样子的话，大家可以抄功课了嘛？所以就其他的公司，比如说谷歌啊那些都开始去用 GPT， 知道用 GPT 这个方法可以把这个 LLM 做出来。我觉得这个在DeepSeek 之前呢，这个人工智能好像是1945年、46年的这个核武器，就是可能就只有几个超级大国可能会拥有啊。就1945年是美国嘛，然后再过几年苏联也开始拥有核武器，后来有英国跟这个法国。但是 DeepSeek 好像把整个游戏规则都改了。你觉得就是说整个大语言模型、人工智能这个竞争，在 DeepSeek 之前和之后，对于全球的这个格局有什么不一样吗？我觉得你这个比喻还挺好的，但是我觉得 AI 和就 AI slash LLM 大模型跟核武器最大的区别就是，你看，其实当年发展核武器是政府的，就政府有钱，所以都是政府有核武器。但是其实 AI， 就算我们从 AI 1.0的时候已经看得见，真正有 AI 的人其实都是民营的企业家，对吧？你看你国内可能就是那几个大厂，对吧？国外的就是什么谷歌啊那些有 AI， 政府在这一块其实是有点滞后的，所以这个跟核武器还有点不一样。回复你刚才的问题，正是因为这个事情是从民间去发起的，所以它真的真正意义上要去 proliferate， 其实要比政府推动要快很多啊，这个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呢，因为 DeepSeek 它本身，你可以说它是一个非常震撼的东西，因为它第一它是开源的，它是中国人做出来的，而且它相对来说是可以相对便宜的，它整个 training 的方法，所以它不光是打开了中美之间用这个底层来去发展 AI， 它其实真正的意义是令到全世界其余这200个国家都有这个发展 AI 的一个起码这个底座吧，可以把这个底座真正意义上打开，除了中美以外的其他国家，所以这个影响还是比较正面的。我们从一组数据可以看出来，你看 DeepSeek 它的 R1 发表了以后，它其实在 Hugging Face， 它在短短的24个小时之内，它就有5000个R1 的 variation 5000个。就你说全世界有5000个对于它修改的模型出现，对，就 variation of DeepSeek 嘛，对吧？这样只是用了24个小时，而且这些是哪里的呢？当然有一部分是中国的10%，但是很多是印度啊、挪威啊、瑞典啊、南非，你想得到的国家都有。所以你可以单单从这一点，你就可以看出来 ，DeepSeek 是可以为了全世界的 AI 都打开了一道门，而不光是中美。那这样的话，这个其实 DeepSeek 某种意义上就把这个牌桌都掀了。那咱们就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就那这个公司，你觉得他们是在做什么考虑呢？就是他们将来怎么盈利呢？虽然我知道这个 DeepSeek 本身也不缺钱。我不能在这里假设，因为我没有跟 DeepSeek 直接沟通过关于这个事情，所以我不能假设他们 ultimate 的 goal 是什么。但是我相信，这个世界上有一群人很有理想，就真的为了推动 AGI。我相信，可能他的创始人是其中一位，这样子真的有理想把
把 AI 带到全世界，这个理想我是相信，我也认可的。明白。那然后从这个企业家和创始人的这个角度，你觉得中国和美国现在的这个差距有几年？我记得我之前看了这个周蔡，在一集 podcast 上说，他觉得可能有2到3年，但那个是在 DeepSeek 之前。我不知道就是你的观点是什么样的？从我跟中美的这么多年打交道下来，我不想用差距这个字啊，但我只能说中国跟美国的一般来说的企业家也因为他的背景的文化的关系，他们的关注点可能会不一样。比如说您刚才问我，OpenAI 这种公司在中国做不做得出来，我很快就跟您说很难，对吧？为什么？因为中国的 VC 很难去接受一家公司你在 GPT-3 之前吧，它几乎上是零收入的，但它已经投了几个 billion 几十亿美金进去，这种事情在国内发生的概率是极其少的。但是我们人口大对吧？所以国内有很好的商业变现的土壤，对吧？大家的 focus 的重心不大一样，只能说重心不大一样。但如果你说纯技术的话，那我相信国内还是跟美国可能会有一点点的距离。那这个距离，所谓的距离是为什么？我觉得很多也是因为在中国，你从技术端去做试错 versus 你在美国在技术端去做试错，你美国的试错成本是相对比较低的。因为美国的 VC 也好，高校也好，它整个环境是允许你去试错的。也就是说，好像无论你是 OpenAI 也好，无论你是 SpaceX 也好，对吧？你一开始可能是有几年，甚至是将近10年 ，OpenAI 就7年的潜伏期，他们都愿意去给你这个 leeway， 对吧？那中国这一点可能会有点难，所以在中国如果要创业的话，相对容易是在中后端在做这个 application layer 去做创业，我觉得还是比较合适的。我们讨论一下应用层呢。这个其实 GPT 在过去的2-3年里面，这个它的 App Store 也有很多的这个应用，对吧？然后也有大量的人做了这个套壳。你觉得这些应用跟我们现在说的往后看24个月人工智能领域的大量的这个应用，这两者之间会有什么不同吗？我相信真正应用的大的爆发其实还没有出现因为为什么我这么说呢？你看 HBTS 这个 store， 它其实里面也当然有人用这个也做得挺成功，这个模式是 OK， 因为它基本上就想做一个 AI 界的 iOS system， 就把大家在上面用。但是我发现用的人不是特别多的原因，是因为它是挺贵的。但是真正上的应用的话，它是需要大量的一些，可以把你的底层的成本拉得非常低，所以你上面再试错的话，成本就会非常非常低的一个这样的模式，这循环模式才能把它用得上。所以比如说现在最流行的 AI 的 application 肯定就是跟陪伴类相关的，就这个第一波是跟陪伴类相关的，因为大家都比较容易接受这个 AI 的男友女友那些陪伴类是可以做的，这个第一波。但是我觉得第二波还没有出现，但是我相信肯定会出现的，就是那些非常非常专业化的 agent 的出现，就比如说医生，比如说律师，比如说会计师，这些工作其实背后的逻辑是相对是比较 standard。然后大家可能看一次医生可能都几百块几千块，这个非常容易嘛。但是如果有个 agent 的话，可能一个月你可以用个 subscription 的模式$10-20就可以搞得定。我相信很多人都会做，但这个还没有出来我觉得这个很有可能是下一波。那再下一波的话呢，我相信就是端边当然咱们现在也有端边，就比如说好像手机对吧，汽车那些都是端边。但我相信端边的话可能是眼镜机器人每个人将来的话，我们的 edge device 里面可能家里都会有起码有一副眼镜，或者有2个机器人，他们有不同的功能。我相信这个是下波会出现。明白。那这些的话也是你现在创立的这个新的基金的投资方向吗？能跟我们介绍一下吗？我现在的这个基金的第一期呢，我们是没有放很多的重心在最后一层，这 application layer 这一层的。我先回头说一下，就是现在我们怎么看就投资有多少个板块。就从底层看来的话，它其实有4个板块。第一个就是数据层这 data layer，
首先有了数据，你怎么样去收集这个数据？你怎么样去调配这个数据？这个是很重要的一节课，要不然的话，garbage in garbage out，对吧？所以东西很重要，这个是第一层。第二层的话是 infrastructure 层，就比如说英伟达，或者比如说它的一些 alternative 的硬件啊、软件啊，怎么样把这个数据中心做得更加优化啊？这个是数据以后的第二层，这个是 infrastructure layer。那 infrastructure 类的第三层，它的 product 就是那个 LLM， 就比如说 OpenAI 啊、ChatGPT 啊、Maestro 啊、Anthropic 啊这些 DeepSeek 啊，这个在第三层。第四层才是刚才我们提到的一些很多的应用，包括了机器人啊，包括了手机啊，包括了其他的那些 agent 这些。那我的基金其实现在的 focus 都是在第一、二层。OK， 我们现在没有 focus 在三四层。那原因也是比较简单，首先我们 take 一个 view。这个世界现在这个 state 啊，是不适合 AI 的长期发展。为什么我这么说呢？你看，为什么英伟达的股价在过去5年涨了30倍的原因，是因为刚好他们做的 GPU 对这个 parallel processing， 对吧？因为 transformer 需要很多的这个算力，刚好是他们是 GPU 可以做这个事情啊。但是其实你想想看，GPU 当年发明是用来干嘛？当年发明 GPU 是用来打游戏。不是用来做 AI 算力的。那么你想想看啊，现在全世界4%的电力的输出，在2024年都是跟 AI 的数据中心相关的。那你想想看，我们 AI 2.0才发生了多少年？2-3年吧。2-3年的话，它这个数字已经是从0.05到4%了，这个增长是非常可怕的。也就这么说吧，如果 AI 这样发展下去的话，这个世界上很快就会没有电了。所以我们整个基金的 basis 就是说，首先你要把这个底座搞清楚，你上面才能有其他的东西出来。就比如说，好像我说，我知道 Industrial Revolution 要来了，我第一个投资的，我肯定不是先投资冰箱，我先投资怎么样把那个 steamer 做得更加 efficient。所以现在我们基金的第一期肯定就是投资这个 infrastructure 底层这一块。这个是包含硬件跟软件。包含硬件跟软件，我们做的是数据层跟 infra 的 layer， 就是我们相信第三层，就刚才跟您说的那个 LLM 这一层肯定是会被开源的，而且我们很早就 take 了这个 view， 所以我们觉得在这个开源的 system 下面，你再去做商业化是相对比较难，所以我们基金是不会碰第三层的，我们会碰1、2、4，第四层就是 application。明白。那像什么样的这个地域你们会专注这个去做投资啊？比如说亚洲的，还是这个美国的，或者是这个几个地方都看？我们全部都看，但我们是美元基金嘛，所以我们会看的可能是美国、中国本土以外的项目会偏重一点。明白。那个还有一个问题，可能是大家非常感兴趣的，就是这个对于现在这个90后或者00后刚加入职场的年轻人，包括就是也有很多这个年轻的这个女性，其实大家都会觉得说，这个时代好像机会在逐渐的这个减少不光是在亚洲，包括就是说在北美啊等这些地方，我不知道你怎么看，或者是你会给年轻人哪些这个建议吗？比如你这个问题问的非常好啊，因为我女儿才7岁啊，所以经常很多家长都很焦虑的问，到底小朋友应该学什么东西？其实我觉得我们的担心其实挺多余的，就好像如果你想想看，150年之前，工业革命来之前，当时最受欢迎的其中一个职业是什么？铁匠，非常受欢迎。当年的铁匠就有点像现在的 AI 工程师一样。但是你看，工业革命来了，没有铁匠了，人还不是活着吗？还能找到很多其他别的职业，对吧？所以我相信 AI 带来的职业，我们现在可能是看不见的，在这一秒钟，但是肯定会有一些我们想象不到的东西出来。但是我觉得 AI 肯定可以带给我们是什么呢？是你所有的优点或者缺点，你可以用这个 AI 去无限的加大化。所以我相信，或者我希望我的女儿，或者我跟年轻人的一个 advice 就是说，AI 的时代，你把最好的自己做好的话，它肯定可以帮你 amplify 的。AI 是一个 tool， 对吧 ？AI 不会把你吃掉，AI 会把你 amplify。所以这个是我给他们一个很大的一个 advice 吧。那这块的话，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分享一下，你作为一个职业投资人，你是怎么用 AI 来武装自己和自己的这个团队的？
问的很好，因为我现在人在亚洲嘛，我每天起床，我都觉得，哎，怎么又多了这么多的 podcast，对吧？多了这么多的论文，所以我要求团队，还有我自己吧，其实每天都要听半个小时的 podcast，因为我们有非常多很优秀的，就在信息时代、AI 时代，对吧？有很多很优秀的，甚至包括了一些团队、教授的团队学术团队新创立的公司都会有一些很优秀的 podcast，所以我会听这个。每个礼拜会看2份跟 AI 相关的论文但是我说的 AI 相关，可能不光是怎么去做大模型，是泛 AI 的，就比如说 AI 怎么被应用，这些都要看。我们团队内部有 KPI，我们要建多少的创业的公司，或者更加多的是我们认识的最近身边的一些人创业的失败里面学到什么东西。就我们内部会有 KPI，要这样子去每个月去看多少公司，看多少的 paper， 接触多少的教授跟科学家吧。那你个人会用哪些 AI 工具吗？我个人的话，其实我用的比较多的就是我会用那个 Gemini，我也会用 Claude，我会用 DeepSeek，当然我也会用 GPT。但是现在一般来说呢，说实在，我会发现其实每个 LLM 它们之间存在的差异还是挺大的。当然，如果你说要写一些比较文书处理的话，其实大家可能都写的差不多，但是你会发现很明显的，就有一些 APP。他们的 hallucination 其实挺严重的，尤其是如果当你要写一些比较有这个 factual 的东西的时候，所以其实大家要用的时候，我这里也想提醒大家一句，就你要慎重的去用而且要 double check and triple check。你觉得什么功能应该用哪个模型呀？我是个说不会得罪人的，我觉得如果大家要用很多 fact check 的话，我觉得 Gemini 还是不错的。就他们这个 hallucination，起码在人工智能的这个领域里面去找他们要东西，相对来说会比其他还是靠谱了。是我个人的经验里面靠谱了不止一个数量级吧。你说就 Gemini 用来搜索事实数据是吗？当你整理一些非常就是 factual 的东西，我觉得他们是相对来说跟这么多的大模型里面是比较可靠的。那他们跟 Perplexity 去比呢？我觉得肯定各有各好的，只是我觉得 Perplexity 它的话，它会按照你的意思去跟你搜一些合你观点的东西出来。这个是很多时候用 Perplexity。对，但是如果要一些 factual 的，我不需要更顺着我意思的话，我个人觉得 Gemini 还是挺好的。好的，谢谢。好的，我们的问题也差不多了，今天也非常感谢 Easter 你的时间。感谢 Bill。今天的 Build It Up 就到这里，感谢 Esther 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各位观众的陪伴。如果你对本期内容感兴趣，欢迎点赞、订阅，和我们一起探索更多的前沿话题。我是 Bill，我们下期再见。